我的公公布莱恩在中国行窃被抓，咋回事呢？这还得从我婆婆温迪太抠说起。这么多年呢，温迪来中国送礼的方式可以说一直很节能减排。年30晚上，非常隆重掏出一盒饼干给我爷我奶，感谢他们的盛情款待，让翟奥达在中间当翻译。翟奥达跟我爷说：“太爷爷，我的奶奶让你把你喜欢的挑出来。”我爷说：“我不饿。”翟奥达说：“我的奶奶说快点挑。”我爷说：“你告诉你奶，她太热情了，我都爱吃，不用挑。”翟奥达说：“我奶说，但是这饼干有60块，其中20块是你的，剩下40块是送给其他2个人的。你已经吃了1块，还有19块，你快点挑，因为他一会儿就要走了，盒子得带走。”哎呦我的妈！布莱恩呢完全不一样，温迪抠门，他大方。温迪来了中国4回，第一次来之前换了1万块钱人民币，到现在还剩9800，都让他藏起来了。然而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，被布莱恩发现了，给偷了。我发现这事儿了，布莱恩让我别说。然后我们在铁岭过年，布莱恩看放鞭炮真热闹，真好看，就跟我说，今年咱家放鞭炮全我请。然后怒买了1400块钱的鞭炮和礼花，晚上我们出去放，温迪乐呵搁那看。我说温迪，这大烟花多好看。温迪说好看是好看，但是我跟你说哈，我非常不理解那些花钱买烟花放给别人看的人脑袋得多大。你看我往这一站，整个小区鞭炮烟花尽收眼底，我看俩点了。我问你，我花钱了吗？我花1块钱了吗？布莱恩说他没有，他花了1400。这两口子性格反差可太大。我婆婆来中国这么多回，因为语言不通，融入性极差。布莱恩不一样，他融入不需要语言就硬融入。最好笑的是，有一天我们在家吃饭，我爸新买的毛衣他扎得慌，我爸就给脱了。然后我爸跟我爷说，让我爷随便找个衣服借他穿一会儿。布莱恩看着我爸突然脱衣服，问大胖媳妇儿这是什么习俗啊？大胖媳妇儿也是瞎解释，跟他爸说，反正每年喝酒就喝到这个量的时候，都有这么个仪式，固定节目，大概表达的就是脱衣为盟，今晚必须喝透。布莱恩说，我虽然听不懂啥叫喝透，但是面对热情，我从不 say no。哦，Yeah baby。这顿饭喝了2瓶好酒，都是布莱恩把温迪的钱偷出来买的。酒喝差不多了，温迪劝布莱恩快点走。布莱恩说酒没喝完呢，不走。温迪说没喝完呗，不是你的酒。然后我给你们重现一下当时的布莱恩啊。假如说，我说假如我说这个酒就是我们的酒，你的钱买的，1100一瓶，你会怎么样呢？温迪说我会掐死你。布莱恩吹牛。但是啊，布莱恩的大姐在后边。该说不说，人布莱恩心态是真年轻，融入啥都快，我真羡慕。我想年轻还得靠雅诗兰黛白金6D 黑钻眼霜，带娃操心，眼部保养要到位，配合血丝按摩棒抚平眼周纹路，眼睑往上提，泪沟也照顾到，独家专利色提因，眼周轻松坐上逆龄时光机。布莱恩和温迪马上要离开铁岭了。其实温迪心底还是个很善良的人，他发现我爷现在腿脚特别不方便，想走之前送一个轮椅给我爷，就跟布莱恩去轮椅店了，看上一个挺好的。温迪说要不就这个吧。布莱恩说咱们钱够吗？温迪说我一直没敢告诉你，我手里其实有钱。布莱恩说我一直没敢告诉你，你手里其实没有。 I don't think we have enough money。哎呦我的妈！爷爷，你胆子挺大呀。温迪呀还是走了，因为他老头布莱恩要做个手术。但是温迪这次来呢，他压根就不想走，就想留着给我带孩子。我还给他发工资了。我说这是你温迪作为艺人的应得片酬。温迪还问我，你说我这个艺人，我到底做了什么，让大家觉得我就如此特别？我说你这个艺人，你什么都不要做，你就做你自己，做你自己。所以人温迪在这又当奶奶又当艺人，非常爽。布莱恩说，那我要做手术了，你不觉得你应该回来照顾我吗？温迪也舍不得走，布莱恩就逼着温迪让他背诵婚礼誓词。温迪搁那儿，不管贫穷富有，不管健康疾病，我都对你不离不弃。布莱恩说，那你赶紧回来呀。温迪说，我现在在境外，我不属于基督教管辖区。布莱恩说，你在哪儿关于婚姻的理解也大差不差吧？那你告诉我，在婚姻中一方有难，另一方到底应该怎么做？中国人怎么说？温迪问我爸，我爸说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温迪问大胖媳妇咋翻译，大胖媳妇说 Marriage is two birds, one die, one fly。但是温迪最后还是遵守了关于婚姻的诺言，回去了。温迪走之后，我们家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反应。翟奥达就是难过伤心，张拿铁呢也装伤心。翟奥达的伤心久久不能平复，张拿铁的伤心全是人情世故。对张拿铁来说，他最解脱的事儿是他终于可以不拥抱了。温迪在的时候，见面就拥抱，分开还拥抱，下楼买个西红柿，手上起个刀枪刺都得抱，给我爸抱的。我爸跟张拿铁说，你说你奶是不是开出版社呀？那都不是日报，是晨报加晚报。他去趟北京三里屯逛一天，我以为今天不报了，结果晚上6点横穿北京城，回到家给我一个都市晚报。都市晚报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这么个人。那温迪在的时候，张拿铁也得配合他，一报还一报的。现在温迪走了，那张拿铁可扯不了这个。咱俩晚上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哎呀，拜拜走的，哎，我爸的反应呢，就是和大胖媳妇一起策划了一个全头宴。因为温迪在的时候不让吃动物脑袋，不让看动物眼睛，还不能吃他认为可爱的小动物。现在温迪走了，我爸和 Jamie 整这个大宴，叫出头之日。摇头，这是镜头，好的。
来，咱们大快朵颐啊！满意，吃它，吃它。温迪要是在，他肯定只吃干巴面包。温迪的干巴面包不止费拿铁，还费番茄酱呢，吃啥都得蘸点。幸亏我家常备味好美番茄沙司，一瓶含10个番茄，浓郁番茄味，酸甜可口，全家都爱吃，零添加，配方干净，是我家佐餐首选。挤一挤不怕孩子们剩饭，真省心。大胖媳妇在他妈离开之后，抱着100多个裤衩子发呆。我说咋的了？他说我当年离开加拿大的时候，我妈给我买了20个裤衩子给我送行。后来每次我妈来中国，每次给我带的礼物没有别的，都是20个裤衩子，20个裤衩子。他不说他自己抠，他说他心疼他儿子胖，穿衣服磨裆费裆。大胖媳妇一边看着手机里他妈妈的影像资料，一边看着面前这一批7、8年前的老裤衩子，说这让我想起了一首中文歌，当你老了。你老了。这外国人学汉语吧，还真得加点巧子。光凭热情容易挨打。大胖媳妇因为跟我爸学了一句汉语，觉得学到了就要多用，结果把人家搬家公司给骂了，差点挨顿刑。咋回事呢？俺家最近非常着急要搬家，因为房东把这房子给卖了，新的买主呢就很着急要装修，就天天劝我们，你们能不能赶紧搬，能不能赶紧搬？为了保证孩子上学方便呢，我们就在同一个小区找的新家，新宅跟故居就隔了3栋楼。你说这距离吧，它但凡远一点，你还能雇个搬家公司用车拉。这俩地方呢，距离不超过35米，就只能找那种收纳公司用小车给你平移搬家。我以为能更便宜呢，就上网找这种服务叫日式搬家，说都给你分好类，归纳好，你啥也不用操心。说的可好了，而且上门就认出来俺家人了。你不是大胖媳妇吗？我认识你。然后转身评估报价14000，大胖媳妇一听疯了，问我他认识我，难道不认识我妈吗？你给温迪14000，他能把北京朝阳区都给你收纳了，这钱花的可太大脑袋了，你赶紧让他走，逼我撵走了收纳公司。大胖媳妇说他坚决要自己搬，此刻就开始运。然后我爸就不让，我爸呢查了万年历，说今天不适宜搬家。大胖媳妇完全没听说过这种讲究，就问我爸为什么？我爸说确切的说，人写的是今天诸事不宜。大胖媳妇说什么是诸事？我爸说诸事就是所有事，诸在汉语中指所有，诸事不宜，诸有此类，烽火戏诸侯。大胖媳妇听懂了诸指所有的汉语用法，但并没有懂背后的习俗。同城购物买了一个超市的购物车，晚上天一摸黑就开始自己搬。趁我爸不注意，他把小的东西都放购物车里，在地下车库搬了10多趟，但是发现大件他确实搬不动，然后自己联系某搬大件的公司，约了3个师傅帮他过来搬床什么的大家具。我爸都快睡觉了，大胖媳妇过来了，老丈人你起来，人家要来搬床了。我爸说谁来了？大胖媳妇说猪来了，猪来了。猪来了，谁来了？猪来了，猪来了，猪来了，猪干什么？我爸莫名其妙被他薅起来陪猪一起搬家。我说你用我爸可以，但马上过年了，得犒劳老爷子，还血糖不稳，忌口会营养不均。你送一堆不如送一杯伊利新活舒糖奶粉，这一杯富含16种营养，低 GI 零蔗糖，葛根黄精这类中式养生食材，适合要控糖的中老年。这叫送的贵不如送的对。人小区都有认识我们的，非常尴尬。我爸就陪着大胖媳妇连着孩子就这么一趟一趟搬的。然后我爸对今天搬家这事儿呢，就还是不是很舒服，路上就跟大胖媳妇叨叨，就不应该今天搬。大胖媳妇呢有她的小心机，她就生怕我万一脑袋进水，同意哪个收纳公司了呢，花那大脑袋钱，所以就想赶紧把这活干完，让日式收纳无机可乘。我爸呢就老在他旁边阻挠，大胖媳妇一个着急，叭叭放车里。我爸还说呢，根本不差这一天，你咋不听话呢？明天是个好日子。大胖媳妇想起来，想制服他老丈人，让他别说话，那就只有这一个招了，上来把我爸又亲一口，强吻，跟我爸说，你说的这些猪听不懂，猪听不懂。今天 already 搬完一半了 ，no matter 你说啥，12点之前我要把猪搬完，我要把猪搬完。